在中华帝国2000余年的封建长卷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位女性。她以女儿身冲破男尊女卑的千年桎梏，在男性主导的权力巅峰纵横捭阖，用智谋与铁腕书写了一段独绝古今的帝王传奇。她就是武则天。这个名字是盛世大唐最惊世骇俗的注脚，是封建皇权史上最颠覆传统的符号，既因开疆拓土、励精图治而被铭刻于功绩碑上，也因酷理政治、宫廷血斗而被置于争议的风口浪尖。从贞观年间入宫为妃的青涩才人，到永徽年间步步为营的深宫昭仪，从临朝称制、权倾朝野的圣母神皇，到改唐为周、登基称帝的圣神皇帝，他用5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后宫到朝堂，从依附者到统治者的惊天逆袭。他的一生是一部充满野心与智慧、荣耀与罪孽、开拓与专断的恢宏史诗，上承贞观之治的清明余韵，下启开元盛世的鼎盛序幕，在7世纪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了足以撼动历史走向的深刻印记。公元624年，武则天降生在一个兼具旧贵族余韵与新朝锋芒的家庭。她的祖籍是滨州文水县，今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身为唐朝开国功臣武士岳的次女，血脉里既流淌着前朝的贵胄基因，又浸润着初唐的进取气息。母亲杨氏是隋朝官德王杨雄的宗亲，遂宁公杨达的嫡女，自带关陇贵族世代相传的气度与见识。这份家世背景为武则天日后的人生格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武士岳的发迹本身就是一部初唐草莽英雄的崛起史。这位早年以木材买卖为业的商人，凭借精准的商业眼光积累下殷实家资，更凭着过人的识人能力，在乱世中押对了最重要的筹码。隋炀帝大业末年，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常因公务在河东停留，武士岳数次以礼相待，不仅悉心款待，更在闲谈中展现出对时局的独到见解，渐渐与李渊结下超越宾主的深厚渊源。当李渊在太原竖起反隋大旗时，武家毫无迟疑地将粮草衣物源源不断地送往起义军打营，这份政治投资终在唐朝建立后迎来丰厚回报。大唐王朝的朝堂上，武士岳以原从功臣的身份步步高升，最终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受封英国公，从市井商人彻底跻身帝国高级官僚阶层。正如中国通史所论断的，按照武士岳的官阶爵位来说，武家已属于新生的高级氏族。这意味着武则天的出身绝非普通庶族地主可比，她成长的环境是一个由庶族迅速崛起为士族的特权家庭，府中往来的皆是朝廷重臣，耳边听闻的尽是军国要务。这种浸润式的政治熏陶，为他日后触碰权力核心铺就了天然的阶梯。复杂的家庭结构更在他年幼时便塑造着他的性格。家中有异母兄长，还有2位同母姐妹。异母兄长对杨氏母女的微妙梳理，姐妹间的相伴与对比，让年幼的武则天早早懂得人情世故的复杂，也悄悄磨砺着她察言观色的能力。命运的转折在公元635年骤然降临。这一年，武士岳在荆州任上病逝，失去顶梁柱的武家瞬间陷入风雨飘摇。那些曾依附于武士岳权势的族人立刻露出凉薄面目。堂兄武维良、武怀孕与异母兄长武元爽等人，不仅未尽照料之责，反而落井下石，对寡居的杨氏屡屡失礼，将武家内部的嫌隙与冷漠暴露无遗。年少的武则天亲眼目睹母亲在人前的隐忍与背后的垂泪，
亲身经历从都督府千金到寄人篱下的落差。这段暗无天日的岁月消去了他身上的志气，让他深刻懂得了人情冷暖皆系于权势，唯有自身强大方能立足。不久后，杨氏带着武则天离开荆州，辗转返回长安。这座见证了王朝兴衰的帝都，也注定要成为武则天人生传奇的真正起点。长安的繁华尚未在眼中沉淀太久，命运的垂青便以一道圣旨的形式骤然降临。公元637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幸洛阳宫，一则关于武家有女容止倾城的传闻传入这位盛世君主耳中。一道征召诏书随即送达武家，14岁的武则天被册封为五品才人，赐号武媚，即将踏入那座金碧辉煌却也波谲云诡的帝王宫苑。临行前夜，母亲杨氏执住女儿的手，泣不成声，担忧与不舍化作滚烫的泪水。可眼前的少女却没有半分娇怯，她轻轻拭去母亲眼角的泪痕，声音清亮而坚定：侍奉圣明的天子，岂知非福？为何还要哭哭啼啼，做儿女之态呢？这番话里没有寻常闺阁女子的恋家之思，反倒透着一股对未知命运的坦荡与期许。那份在荆州寄人篱下时磨砺出的坚韧，此刻已悄然转化为直面权力场的勇气。当时的大唐虽风气开放，女性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但后宫依旧是等级森严的决斗场。才人位列嫔妃中下级，上有贵妃、淑妃等高阶妃嫔尊享荣宠，下有宫女宦官环绕差遣，想要在3000佳丽中被天子记挂，绝非仅凭美貌便能做到。或许正因如此，关于武则天在太宗时期的宫廷生活，正史中着墨寥寥，唯有一段她晚年追忆的驯马轶事，为我们勾勒出这位少女在深宫中的独特姿态。那是一匹名为狮子聪的宝马，身形肥壮剽悍，性子更是桀骜不驯。宫中驯马师轮番上阵，不是被甩下马鞍，便是被他踢得狼狈而退。一日，唐太宗携众妃嫔观马，见此情景，不禁摇头叹息。势力在侧的武则天却忽然上前一步，说道：“臣妾能制服此马，但需3样器物：铁鞭、铁棍、匕首。先用铁鞭抽打他，若他顽劣不服，便以铁棍击其头颅；倘若仍不能驯服，便用匕首割断他的喉管。良驹当为明君所用，若始终桀骜难驯，留之何益？”这一番话掷地有声，没有半分女子的柔婉，满是杀伐决断的狠戾。唐太宗虽当面夸赞他有志气，心中却未必真的欣赏这份过于锐利的锋芒。这份认知也注定了武则天在太宗后宫的12年，始终停留在才人位分上，未曾得到真正的宠爱。但这段漫长的蛰伏期并非毫无意义。武则天收起锋芒，更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练就了常人难及的隐忍与洞察力。而命运最精妙的安排，藏在唐太宗病重的岁月里。在照料天子的过程中，他与时常入宫问安的太子李治相遇。彼时的李治温润如玉，武则天则善解人意，两人在深宫的寂静中滋生出微妙的情愫。这缕跨越身份的牵绊，成为他日后逃离感业寺，重返权力中心的最关键伏笔。12年的深宫蛰伏尚未等来高光时刻，命运便以最冷峻的方式将武则天推向人生的低谷。公元649年，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驾崩，按照大唐礼制，凡未诞育子嗣的后宫嫔妃都需削发为尼，入皇家寺院为故去的帝王祈福，武则天自然也未能例外。褪去华服的她，带着对过往的追忆与对未来的迷茫，
踏入了长安感业寺的青灯古佛之中。但这座看似隔绝尘嚣的寺院，并未斩断他与权力中心的联系。他与新即位的唐高宗李治之间那份早已萌芽的情愫，如同暗夜里的火种，虽隐匿却从未熄灭，为他暗淡的人生留下了翻盘的希望。时光流转至第2年，李治为祭奠父亲李世民的周年忌日，亲赴感业寺进香。当一身僧袍、素面朝天的武则天出现在他眼前时，往昔的情愫与重逢的感慨瞬间冲破了身份与礼教的束缚。两人相对而立，千言万语化作无声的泪水。这一幕饱含深情的重逢，恰好被随行的王皇后看在眼里。彼时的王皇后正因无子而备受冷落，萧淑妃则凭借子嗣与宠爱风头正盛，皇后的宝座岌岌可危。目睹李治对武则天的牵挂，王皇后主动向李治进言，请求将武则天纳入宫中，企图借这位旧时的力量打压萧淑妃的气焰。王皇后的提议正中李治下怀，他本就对感业寺中的武则天念念不忘，只是碍于孝妻与李治不便开口。皇后的主动请求让他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当即应允了这一提议。公元651年5月，李治的孝服期已满，武则天便在宫中使者的迎接下褪去僧袍，重着华裳，以全新的姿态再度踏入那座熟悉的宫城。此时的她早已不是多年前那个懵懂的少女，腹中悄然孕育的生命更让她多了一份争夺未来的底气。入宫不久，她便顺利诞下儿子李弘。这个孩子不仅稳固了他在后宫的地位，更成为他笼络李治的重要纽带。凭借着多年深宫历练出的察言观色之功，以及远超常人的智慧与手腕，武则天迅速在后宫站稳脚跟，将李治的宠爱牢牢抓在手中。昔日盛宠一时的萧淑妃很快便失了势。很快，武则天便册封为2品昭仪，位分仅次于皇后与贵妃。地位的飙升自然引发了王皇后的警惕，她很快与失势的萧淑妃放下嫌隙，结成临时同盟，共同将矛头指向武则天。后宫的争斗逐渐白热化，最终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安定思公主之死事件。公元654年，武则天诞下长女安定思公主。这个粉雕玉琢的女婴，本是她巩固地位的筹码，却意外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据《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记载，在公主出生刚满1月时，王皇后来到武则天宫中看望，见孩子可爱，便亲手逗弄了一番，随后起身离去。王皇后走后，武则天看着襁褓中熟睡的女儿，竟亲手将女儿掐死，而后不动声色地盖上被子，装作无事发生。不久后，李治驾临寝宫，武则天立刻换上欢愉的神情，主动提议一同看看女儿。可当被子掀开的瞬间，眼前的景象让两人都惊住了，女婴早已没了呼吸。武则天随即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地质问宫中侍从。侍从们慑于她的威势，又确实看到王皇后刚来过，便齐齐回话：皇后娘娘方才在此停留许久。李治听后勃然大怒，指着王皇后离去的方向怒吼。武则天趁机在一旁哭诉，细数王皇后平日的种种不是，字字泣血，让本就愤怒的李治更加坚信皇后的罪行。王皇后百口莫辩，这一事件成为李治萌生废王立武想法的重要导火索。但关于安定思公主的真实死因，史学界始终存在争议。成书于5代时期的《旧唐书》与《唐会要》作为更早的史料，仅记载了公主抱足的事实，并未提及武则天侍女的细节。或许是史官为尊者讳，或许是传闻本身便真假难辨。
这桩千古疑案，为武则天的人生添上了一抹难以磨灭的争议色彩。安定思公主之死引发的废王立武争议，看似是后宫的储位之争，实则早已演变为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的巅峰博弈。彼时的大唐朝堂，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大臣形成了坚固的权力壁垒。这些人大多出身关陇集团，这个自魏晋南北朝便垄断政治核心的贵族集团，历经数朝更迭，仍根基深厚，连唐高宗李治的皇权都被其牢牢牵制。李治早已对这种政出权臣的局面心怀不满，而废王立武恰好成为他重振皇权的突破口。武则天则顺理成章地从后宫宠妃转变为他最可靠的政治盟友。这场博弈中，武则天展现出的政治智慧丝毫不逊于前朝大臣。公元655年3月，他以规范后宫礼仪为名，亲自编撰《内训》一书，书中既强调后妃德行，又暗合儒家治家而后治国的理念，不仅堵住了朝臣妇人干政的口实，更间接塑造了自己贤妃的政治形象。与此同时，朝堂上的风向也开始悄然转变。中书舍人李义府因得罪长孙无忌即将被贬，情急之下，他揣摩上意，率先上书支持废王立武。这一表态正中李治与武则天的下怀，李义府当即被破格提拔，获赏无数。榜样的力量迅速显现，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善于审时度势的大臣纷纷跟风，公开表态支持立武则天为后。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在朝堂上迅速集结。尽管支持派逐渐壮大，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仍以皇后无过不可废，武士出身寒微不配为后为由，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甚至以死谏相逼，双方僵持不下。就在这时，元老李绩的表态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当李治私下询问这位军事功臣的意见时，李绩沉吟片刻，缓缓说道：“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这句看似中立的回答，实则四两拨千斤。他直接否定了元老大臣以国之大事干涉皇帝家事的合理性，彻底瓦解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理论根基，让李治和武则天的不利局面瞬间逆转。获得关键支持的李治不再犹豫，公元655年10月，他正式颁下诏书，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囚禁于别院，为斩草除根。他们的父母兄弟也被悉数削爵免官，流放岭南，彻底退出政治舞台。7天后，李治再度下诏，册封武则天为皇后。与此同时，将反对最激烈的宰相褚遂良外贬潭州，以此震慑朝堂。随后，朝廷举行了空前隆重的册后仪式，武则天身着皇后朝服，在文武百官的朝拜中正式登上后位。这一刻不仅标志着她在后宫斗争中取得完胜，更意味着皇权在与世家大族的博弈中终于占据了上风。成为皇后的武则天开始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政治布局中。公元656年，武皇后首次入见宗庙，李治便追封其父武士越为司徒，将其灵位附祭于唐高祖的宗庙之中。母亲杨氏也被加封代国夫人。面对外界对武士外戚专权的担忧，武则天主动撰写外戚界献于朝廷，书中明确提出外戚不得干政，以坦荡的姿态回应质疑。但废王立武的胜利只是第一步，要彻底挣脱关陇集团盘根错节的势力羁绊，必须跳出其经营100年的长安腹地。公元657年，李治与武则天达成共识，以经营东方为名，决定将政治中心迁往洛阳，
并正式将其定为东都。这绝非一次简单的都城迁移，而是一场釜底抽薪的政治谋划。洛阳地处中原腹地，远离关陇贵族的势力根基，既便于李治摆脱旧臣掣肘，培植亲信班底，又能凭借其交通枢纽的优势掌控全国财富，更在无形中为武则天日后构建五州政权埋下了关键的地理伏笔。都城的转移为全力清算扫清了地理障碍，针对关陇集团核心的雷霆一击随即展开。公元659年4月，在武则天的精密谋划与朝堂新贵的配合下，李治以谋逆为由，向长孙无忌、于志宁、韩苑等旧臣集团核心人物挥下屠刀，一道道贬谪诏书接连发出。这些曾垄断朝政的元老大臣被悉数削职免官，逐出权力中枢。作为关陇集团的精神领袖，长孙无忌虽已年迈退休，仍未能逃脱清算。他被流放黔州，在酷吏的步步紧逼下，最终自缢于流放之地。随着这位三朝元老的殒命，这个自卫晋南北朝便掌控政治命脉的庞大集团彻底元气大伤，从此在历史舞台上逐渐沉寂，为帝后集权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废王立武后稳固的政治同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面前迎来了新的转折。公元660年10月，唐高宗李治多年缠身的风疾突然加剧，剧烈的头晕目眩让他连批阅奏折都难以支撑，更无力处理繁杂的军国大事。危急之下，他想到了那位兼具智慧与魄力的皇后，下诏让武则天代为处理朝政。这道诏书成为武则天正式涉足帝国最高权力核心的起点。初期的帝后共治曾是一段君臣同心的佳话，武则天始终以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姿态辅助理政，凡遇大事必先请示李治，处理政务时既精准高效，又懂得留有余地，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让李治愈发依赖。但权力的滋味如同燎原之火，随着处理政务的增多，武则天的权势逐渐膨胀，昔日的奉顺慢慢变成专作威服。李治想要推行的政策，时常被他以各种理由阻挠。帝王的权威首次受到来自皇后的挑战，不满的种子在李治心中悄然萌芽。公元664年，宰相上官仪敏锐地捕捉到帝后间的裂痕。这位以刚正著称的大臣向李治直言进谏道：皇后专权过甚，朝野非议颇多，不如趁早废之，以安社稷。压抑已久的李治当即表示赞同，命上官仪即刻起草废后诏书。可他忘了，武则天已在宫中经营10余年，早已布下一张密不透风的信息网，处处都有他的眼线。诏书墨迹尚未干透，一名贴身内侍便策马直奔皇后寝宫告密。此时的上官仪还浑然不知自己已因这道诏书被卷入了帝后权力博弈的漩涡中心。武则天闻讯后并未惊慌，而是从容整肃衣装，径直前往李治寝宫。她既不辩解，也不动怒，只是跪伏于李治面前，细数二人自感业寺重逢以来风雨同舟的岁月，回忆起共同抗衡关陇集团的艰难，诉说李治风疾发作时自己日夜不休的侍奉。言辞间泪落连珠，字字含悲。李治面对这番气诉愧悔交加，满腔怒火顷刻消散，连忙抚慰道：朕本无此意，皆是上官仪挑唆。这轻飘飘的推诿之词顿时将上官仪推入了绝境。不久后，武则天便以谋逆罪名将上官仪及其子上官庭之处死，家产超没，甚至牵连了不少与上官仪有往来的大臣。经此一事，
朝堂上下再无人敢质疑武则天的权威。每逢李治临朝理政，他必垂帘于后，正是不论巨细，皆参与决策。帝国权柄逐渐倾向中宫，历史上独特的二圣临朝政治格局正式形成。权力稳固后，武则天开始着手塑造帝后共治的盛世形象。此时的大唐国力鼎盛，西域臣服，四夷来朝，李治有意效仿秦始皇、汉武帝封禅泰山，以彰显王朝威仪。武则天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向李治进言，力劝他举行封禅大典，同时提出一个打破传统的建议。按照李治，封禅大典中祭天仪式由皇帝出现，祭地仪式由公卿亚献。武则天认为，封禅是4天祭地的大礼，即皇帝指时以太祖太后陪享，而禅地大典却全由男性大臣参与，恐为周备。他主张由当朝皇后主持禅地仪式的亚献，以此表达对长孙太后的孝敬，也让女性在这一国家盛典中拥有一席之地。李治深以为然，欣然应允。公元665年10月，一支庞大的队伍从东都洛阳出发，绵延数百里，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李治身着衮冕，率文武百官走在前列，武则天则身着特制的礼衣，率领内外命妇紧随其后。队伍中不仅有大唐的文武重臣、禁卫铁骑，还有突厥、于田等国的首领和使节，他们带着各自的贡品，不远万里前来观礼，共同见证这一盛事。沿途百姓夹道欢迎，目睹着车驾如流、旌旗蔽日的景象，无不惊叹于大唐的强盛。封禅礼成之际，武则天以皇后之尊主持禅地亚献。她的身影出现在这1000年以来皆为男性所执掌的祭典中，本身即是对礼制传统的重大突破。此番大典不仅向天下昭示了大唐的鼎盛国力，更将武则天的政治地位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她不再只是依附于帝王的皇后，而是与天子并肩而立，共受万邦朝贺的政治核心。二圣临朝的权威在泰山的云雾之巅终获最庄严的确认。泰山封禅后，武则天的政治影响力已渗透到帝国的文化与民生机理之中。公元672年4月，他做出一个兼具宗教意义与政治智慧的决定，以自己的2万贯脂粉钱为资助僧侣在洛阳龙门石窟开凿卢舍那大佛。这尊以武则天为原型塑造的佛像，历时3年9个月方才落成。17米的身躯在崖壁上巍然矗立，面容端庄慈祥，却又暗含威严，既是盛唐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他权威与地位的具象化象征。此举绝非单纯的宗教虔诚，而是借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以神权光环巩固世俗统治，为日后的权力进阶埋下宗教伏笔。封禅大典的政治效应持续发酵，武则天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朝堂与后宫，而是逐渐渗透到帝国治理的方方面面。到了公元674年8月，李治与武则天的称号迎来历史性升级，李治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这一改动打破了传统帝后称号的尊卑界限，将两人的政治地位正式并列，为二圣临朝赋予了礼制基础。之后，武则天以天后之尊向李治上呈谏言12事，这份涵盖《劝农桑》《伯父谣》《西宾歌》《广言录》《渡禅口》等核心内容的施政纲领，字字切中时弊，展现出超越后宫范畴的治国视野。李治对这份谏言悉数采纳，下诏颁行天下，朝堂内外愈发清晰地看到，这位天后的政治远见已成为帝国施政的重要指引。
在建炎12世的实践中，武则天将劝农桑置于首位，足见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他亲自制定考核标准，各州县境内凡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官员，予以破格升奖，若为政科滥、户口流移，则必加严惩。为了给农官百姓提供实用指导，他亲自主持编撰农书《照人本业》，书中详细记载农耕技术、节气规律与防灾方法，颁行天下后成为各地发展农业的教科书。在他的推动下，大唐的农业生产持续发展，人口数量稳步增长。而在宗教政策上，他推崇佛教，不仅修缮寺院、礼遇僧侣，更扶持佛教势力发展，为日后借助宗教舆论实现权力跨越积蓄力量。而权力的天平在李治的病痛中进一步向武则天倾斜。公元675年，李治的疯眩症急剧恶化，常常目不能视，头晕欲裂，连日常理政都难以维系。忧心忡忡的他曾与大臣秘密商议，打算让武则天代理朝政。这一提议却遭到宰相郝处俊的激烈反对。他以天子李阳道、皇后李英德的传统礼制为依据，直言皇后摄政不合组织，恐乱朝纲。其他保守派大臣纷纷附和，此事只得暂时搁置。郝处俊的阻挠让武则天意识到，传统官僚集团仍是他扩张权力的最大障碍。但他并未选择正面冲突，而是另辟蹊径，以编撰典籍为名，召集了一批精通经史、思想新锐的文人学士，其中包括袁万顷、刘一之等知名学者。这些人表面上是整理文化典籍，实则被武则天密令参决朝廷奏议。他们无需经过宰相机构，直接从皇宫北门出入议事，被时人称作北门学士。这支由武则天一手打造的智囊团，不仅为他提供施政建议，更有效分割了宰相的决策权，成为他对抗保守势力、掌控朝政的重要力量。时光流转至公元683年，李治的身体已经油尽灯枯。他前往奉天宫休养时，武则天曾提议封单中岳嵩山，试图以又一场盛典为帝国祈福，也为自己的权力再添光环，终因李治病情加剧而被迫终止。此时的李治已无力支撑大局，只得命太子李显代理国政，由宰相裴炎、刘奇贤等人从旁协助。同年12月，李治从奉天宫返回东都洛阳，刚入宫便陷入昏迷，不久后在贞观殿溘然长逝。临终前，他留下遗诏：太子李显于灵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者，由天后武则天决定。这道字字千钧的遗诏，堪称李治晚年最精妙的权力平衡术。他既以法理赋予李显无可争议的皇位继承权，维系了李唐宗室的情感认同，又明确将不决之事的裁决权交给武则天，借助他的政治手腕稳定朝局。对武则天而言，这道遗诏更是一把打开权力之门的金钥匙，让她从辅政皇后一跃成为名正言顺的朝政掌控者。4天后，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表面上，皇权仍在李氏手中，但实际上，凭借遗诏赋予的权力与多年经营的政治根基，武则天已成为帝国真正的掌权者。大唐的权力格局在新旧帝王交替之际，迎来了历史性的调整，一个由女性主导的政治时代已悄然开启。年轻的新帝李显却未能洞悉朝局的微妙平衡，他自恃继位名正言顺，急于摆脱武则天的掌控，着手培植自己的外戚势力，无视朝廷用人惯例，执意欲擢升为皇后之父韦玄真为侍中，跻身宰相之列。
如此轻率的人事安排，立即遭到宰相裴炎的坚决反对。被权力冲昏头脑的李显勃然大怒，竟脱口而出：“朕就算把整个天下让给韦玄真，又有何不可？难道还吝惜一个侍中之位吗？”这句轻率的狂言，成了武则天等待已久的废帝契机。得知李显言论后，他迅速召集百官至乾元殿，当众宣布废除皇帝的诏令。面对假释还寺的肃杀场面，李显惊惶质问：“朕何罪？”武则天厉声回应：“汝欲以天下与韦玄真，何得无罪？”语毕，左右侍卫即刻上前，将李显押下大殿。这位登基不足2月的皇帝，随即被废为庐陵王。随后，武则天立第4子誉王李旦为帝，即唐睿宗。然而李旦自登基之初便形同傀儡，被幽禁于深宫，不得御闻政事，连朝臣亦难见其面。帝国的军政大权自此彻底落入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武则天手中。在彻底掌握最高权柄后，武则天深知唯有通过理智建设，方能将这份权力转化为合法秩序。公元684年9月，武则天以革故鼎新为名，改元光宅，一系列颠覆性的礼制改革随之展开。东都洛阳被正式更名为神都，成为帝国新的政治核心。皇宫旗帜全部改用金色，彰显皇权专属的威仪。官服颜色、中央直省名称悉数变更，连宫城都被赐名为太初宫，寓意王朝开启新纪元。这些举措远超常规的权力过渡，每一处细节都在释放着改朝换代的强烈信号。朝野上下无不感受到这位女统治者的雄心与魄力。改革的锋芒很快引发了反弹。当月，英国公徐敬业在扬州举兵反武，他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发布了由骆宾王执笔的著名檄文讨武诏檄，痛斥武则天杀子屠兄，弑君震母。短短10多天内便集结了10万部众，成为武则天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叛乱。叛军声势浩大，一时间震动朝野，不少人暗中观望，等待局势变化。但武则天展现出的军事决断力远超叛军预期，他当即调集30万大军火速征讨，同时下令剥夺徐敬业的世袭爵位，以叛国罪名昭告天下，瓦解其道义基础。这场叛乱仅持续2个月，便以惨败告终。徐敬业兵败如山倒，最终在逃亡途中自杀身亡。平定叛乱的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地方势力的挑战，更震慑了朝堂内外的反对者。在铁腕平叛的同时，武则天也在积极构建新的人才体系与统治网络。公元685年5月，他颁布诏令，允许内外9品以上官员及普通百姓均可直接向朝廷自荐，只要有一技之长，便能获得被任用的机会。这一举措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打开了上升通道，也让武则天得以从民间与基层官员中选拔出大批忠于自己的人才，充实到各级官僚体系中。在广纳贤才、疏通仕途的同时，武则天也从未放松对朝野动向的掌控。公元686年正月，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还政于帝的政治表演，假意提出将大权交还睿宗李旦。李旦深谙母亲权术，明白这绝非真心，一旦接受必将引火烧身，因而连番上表，坚持不受。武则天便顺势勉为其难，继续临朝称制，这既洗刷了贪恋权位的质疑，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临朝听政的合法性。为进一步巩固这一局面，同年3月，他下令于洛阳宫城前设立铜轨，此轨分设4格，
献赋求官者可投延恩阁，议政谏言者可投昭谏阁，申诉冤屈者可投申冤阁，密报天象与军机者可投通玄阁。表面看来，这是广开言路的圣明之举，实则他构建了一套遍布天下的信息监控网络，使任何反对的声音与密谋都难以遁形。为强化监控与威慑，武则天出台了更为激进的告密政策，规定任何人不论身份高低，都可直接进京告密，地方官员不得阻拦。朝廷还将为告密者提供驿站车马与饮食，即便出身农夫樵夫，武则天也会亲自接见。更诱人的是，告密内容若符合旨意，告密者可破格升官，即便所言不实，也不会被问罪。这一政策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四方告密者蜂拥而至，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在告密风潮中，一批生性残忍的酷吏应运而生。索元礼、来俊臣等人凭借扭曲的告密技巧与审讯手段，被授予掌管治狱的官职，酷吏政治就此形成。他们发明了数十种残酷刑具，审讯时不问青红皂白，先用刑具震慑，再逼迫被告者攀咬他人。无数无辜官员与宗室成员被牵连入狱。当时的朝堂官员人人自危，上朝时都要与家人诀别，生怕一去不返。同僚相见只能以眼神示意，不敢有半句交谈。大量李唐宗室与反对武则天的官员惨遭迫害，唐朝的政治氛围被笼罩在恐怖之中。酷吏政治的白色恐怖，武则天专权的步步紧逼，让散落各地的宗室诸王陷入空前恐慌。他们深知覆巢之下无完卵，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一场针对武则天的武装反抗密谋在暗中悄然酝酿。然而，这些养尊处优的宗室子弟早已失去了祖辈开国时的铁血与谋略。这场仓促发动的叛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公元688年8月，亳州刺史、琅琊王李冲率先举兵，他以为振臂一呼便能天下响应，却没想到麾下将士大多畏惧武则天的威势，起兵仅7天，便在部下的倒戈与朝廷军的围剿中兵败身死。远在豫州的越王李真得知侄子起兵的消息后，才仓促在豫州响应，但孤立无援的他根本无法抵挡朝廷大军的进攻，9月便在绝望中自杀。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宗室叛乱，不仅没能撼动武则天的统治，反而给了他彻底清算李唐宗室的绝佳借口。武则天当即下令酷吏周兴主持审讯，一场针对宗室的血腥株连就此展开。韩王李元嘉、鲁王李林奎、黄国公李传等众多宗室亲王，无论是否参与叛乱，都被罗织罪名，在酷吏的严刑逼供与威逼利诱下被迫自杀。他们的亲信、下属乃至家眷也被悉数逮捕诛杀。一时间，李唐宗室的鲜血染红了朝堂。经此一役，自李渊开国以来枝繁叶茂的李氏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再也无力与武则天抗衡，通往帝座的最大障碍被彻底扫清。清除了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武则天开始全力构建称帝的舆论体系。早在公元688年5月，他的侄子武承嗣便领会到姑母的心意，精心策划了一场祥瑞骗局。他命人在一块白石上凿刻圣母临人、永昌帝爷8个篆字，再用紫石粉末填充，谎称是渔民在落水中偶然发现的圣物，献给武则天。这块被赋予天命寓意的白石瞬间点燃了朝野的舆论热情，武则天大喜过望，亲自为其命名为宝图，并借此机会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迈出了从太后向神皇的关键一步。为了让这份天命深入人心，武则天在洛水之畔举行了隆重的拜洛授徒仪式。当天的洛水岸边，旌旗蔽日，礼乐喧天。唐睿宗李旦与皇太子紧随其后，文武百官按品级排列，周边各国的蛮夷酋长恭敬侍立，珍禽奇兽被置于坛前，作为祥瑞象征。据史书记载，这场仪式的隆重程度自有唐以来未之有也。武则天身着特制的祭服，在万众瞩目下祭拜洛水，接受宝图，将天命所归的形象牢牢镌刻在朝野上下的心中，其权威也随之达到新的高度。同年底，另一项彰显皇权的浩大工程宣告落成，位于洛阳的明堂正式竣工，武则天为其赐名万象神宫。这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建造的宫殿，高294尺，方300尺，顶部装饰着9条金龙环绕的铜柱，金碧辉煌，气势恢宏。武则天打破恭谨森严的惯例，放任百姓入内参观，让万民亲眼目睹帝国的威严与自己的权势。吐蕃、突厥等国得知明堂落成的消息后，纷纷派遣使者前来祝贺，进一步烘托出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紧接着，他又命人铸造一尊巨大的佛像，其小指便能容纳数十人。为了收纳这尊佛像，特意在明堂北侧建造了5层高的天堂，其耗费之巨，规模之宏，震惊了整个朝堂，也让世人愈发感受到这位圣母神皇的魄力与野心。如果说宝图与明堂是世俗层面的舆论铺垫，那么宗教则成为武则天称帝的神学基石。公元690年7月，东魏国寺的僧人法明等人迎合武则天的政治需求，编撰了一部《大云经》，经文中特意加入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下凡，应作为天下主人的内容，为她以女性身份称帝提供了神圣的宗教依据。武则天对此极为推崇，当即下令将《大云经》颁行天下，要求两京及各州都必须修建大云寺，收藏此经，并安排僧人定期讲解。一时间，全国上下的寺庙中都在宣讲神皇受命的教义，弥勒佛转世的说法深入人心。通过这一系列宗教操作，武则天成功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神权绑定，让女性称帝从违逆纲常转变为天命所归，完成了称帝前最重要的舆论铺垫。此时的她，距离那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仅一步之遥。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登基称帝的时机终于成熟。一场由各方势力共同参与的劝进大戏在神都洛阳拉开帷幕。先是官民代表跪伏宫前，继而宗戚贵族联名上表，四夷首领捧着象征臣服的贡物恳请，连道士都以天意为由劝进。所有人的诉求如出一辙，请圣母神皇改国号，登大位，赐皇帝李旦姓武氏。面对朝野上下的盛情，李旦深知大势已去，主动上表自请赐姓武氏，彻底放弃了李氏皇族的身份象征。就在此时，群臣又奏报祥瑞，凤吉上阳宫，赤雀建朝堂。凤凰与赤雀皆是上古传说中象征帝王兴盛的神鸟，这桩祥瑞成为压垮传统礼制的最后一根稻草。武则天见时机已然成熟，不再推辞，于9月9日重阳节这天，身着帝王衮冕登上则天门楼，向天下颁布诏书，大赦天下，改国号唐为周。诏书声落，礼乐齐鸣，旗帜翻飞，曾经的李唐江山正式易主。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得到普遍承认的正统女皇帝，在天命、舆论与权谋的共同推动下，
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这场改天换日的历史变革被后世永远铭刻为武周革命。9月11日，群臣为武则天上尊号圣神皇帝，一系列彰显新王朝气象的举措随之推行，以洛阳为神都，确立其帝国政治核心的地位；长安则降为西京副都，废除李唐宗室的属籍，将其从皇族名册中除名，立元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彻底斩断其与李氏王朝的法统关联。改制社稷坛，以武周先祖配像，旗帜颜色改为象征皇权的赤色，在神都为武氏先祖立七庙，而长安的唐太庙与神都的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则被改为享德庙，仅保留祭祀功能。这一系列操作环环相扣，从礼制、法统到地域象征，全面完成了从李唐到武周的政权更迭。武则天也正是从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蜕变为执掌天下的女皇帝。登基后的武则天迅速从夺权者转变为治国者，以雷厉风行的举措巩固新生政权，推动国家发展。在人才选拔上，她延续了此前的开放政策，亲自引荐举荐的人才，不论出身门第、学识深浅，一律授予官职适用，士官制度就此确立。这一制度虽因选拔过宽出现官员冗杂的弊端，但也让大批埋没民间的有识之士得以崭露头角，为武周政权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边疆治理与军事外交上，武则天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决断力，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既平定叛乱，又招抚归附，稳固疆域的同时，促进了民族融合。公元692年2月，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因不满吐蕃贵族的压迫，举步归附武周。武则天将其拆分安置在10州之地，既分散了其势力，又让他们安居乐业。5月，吐蕃首领何苏率部请求归附，他当即派张玄玉率领精兵2万前往迎接，虽因消息泄露导致何苏被吐蕃贵族擒回，但随后羌族首领暂垂率领8000余人前来归附。武则天顺势在其部落所在地设置来川州，将这一区域纳入武周版图。军事上的高光时刻当属安西四镇的收复。自公元670年吐蕃攻陷安西四镇后，西域边疆便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公元692年9月，西周都督唐修景上书，力陈复取四镇的重要性，认为四镇是遏制吐蕃、保障西域商路的战略要地。武则天深以为然，力排众议，任命长期驻守西域、熟悉吐蕃军情的王孝杰为行军大总管，率军出征西北。王孝杰果然不负众望，10月便在西域与吐蕃大军展开激战，大破吐蕃主力，成功收复龟兹、疏勒、于田、碎叶四镇。捷报传回神都，朝堂之上却出现争议，群臣普遍认为四镇偏远，驻军耗费巨大，主张放弃。但武则天深知四镇的战略价值，坚决反驳道：西域不安，则边疆难稳，今日弃四镇，明日吐蕃必犯敦煌。于是下令在龟兹重新设置安西都护府，并增兵3万驻守。这一决策彻底稳固了西域局势。此后直到唐玄宗时期，安西四镇再无大的反复，有效维护了武周在西域的统治权益。公元695年10月，后突厥莫绰可汗在武周军事压力下遣使投降，被册封为归国公，左卫大将军，北方边境再度安定。然而东北边境的和平并未持续太久。次年3月，瀛州契丹的松漠都督李尽忠、归成州刺史孙万荣因不满地方官压迫，举兵造反，
10日之内便聚众数万。武则天派曹仁师、张玄玉等相领率兵征讨，不料唐军轻敌冒进，在黄章谷中了契丹埋伏，全军覆没，张玄玉等将领被俘，局势再度紧张。面对平叛失利，武则天一面稳定军心，一面调兵遣将，加紧围剿。公元697年4月，他派出20万大军，兵分多路进攻契丹叛军。6月，唐军在神兵道总管杨玄基的突袭下大破契丹，叛军首领孙万荣被亲信斩杀，首级传送神都。持续1年多的契丹叛乱被彻底平定，东北边境恢复安宁。从改朝换代到边疆稳固，从人才选拔到民族治理，登基后的武则天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决断力，迅速稳定了武周政权，展现出不输男性帝王的治国才能。这位打破1000年传统的女皇帝，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属于武周王朝的盛世篇章。而随着政权日益稳固，声威远播，武则天开始以更盛大的礼制与宏伟的建筑，彰显帝王权威与武周盛世气象。早在公元693年正月，他以亲赴万象神宫主持祭天大典，特意命人创作宫廷乐舞《神宫大乐》，选用900名舞者编排盛大舞阵，乐声震彻宫闱，舞姿恢宏大气，每一个细节都在强化圣神皇帝的至高地位。9月，他再度为自己加号金轮圣神皇帝，以佛教金轮法王的意象神化自身，将皇权与神权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次年，波斯国大酋长深知武则天心意，联合4夷酋长共同上表，请求以铜铁铸造天书，立于神都端门之外，碑刻武则天功德。这一提议正中武则天下怀，她当即支持建造。公元695年4月，天书正式落成。这座高105尺的巨型铜柱，由8根铁柱支撑，柱身缠绕铜龙，顶端托举着铜制云盖，盖上站立着4尺高的腾云乘鹿铜人，柱身则镌刻着百官与4夷酋长的姓名。武则天亲题，大周万国颂德天书鎏金大字，使其成为武周盛世最耀眼的象征。天书落成的荣光，暂时掩盖了宫廷的一段丑闻。此前，失宠的面首薛怀义因妒生恨，深夜潜入天堂，纵火焚烧这座存放巨型佛像的宏伟建筑，火势迅猛蔓延，毗邻的明堂也被吞噬。2座象征武周权威的建筑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武则天震怒不已，下令重建明堂，并于2月主动去掉慈氏越国的尊号，以罪己姿态平息朝野议论。这场风波并未影响他彰显政权的决心。公元696年3月，重建的明堂竣工，被赐名通天宫，比旧殿更为恢宏，彰显着武周政权的恢复力。第2年，象征9州一统的九鼎铸造完成，武则天下令将九鼎从玄武门移入宫中，为此调动了宰相诸王率领的南北牙宿卫兵10余万人，连同宫中一位的大牛、白象共同拖拽，场面极为壮观。武则天亲自创作夜鼎歌，令众人唱和，最终将代表9州的宝鼎依照方位陈列在通天宫廷内，以一言九鼎的寓意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与不可撼动。在建筑与礼制的层层加持下，武周王朝的盛世气象也随着疆域的稳固与民心的凝聚愈发彰显无疑。随着边疆稳固，政权鼎盛，曾为武则天夺权立下功劳的酷吏政治已然成为统治的阻碍。酷吏来俊臣在权力膨胀中愈发疯狂。公元697年，他竟企图罗织罪名，诬告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
甚至计划诬陷皇嗣李旦、庐陵王李显与南北牙禁军共同谋反，想要一举铲除所有潜在威胁，独揽大权。这一阴谋触动了武氏与李氏两大势力的底线。武氏诸王与太平公主联手发难，共同揭发其罪行。武则天深知来俊臣赃贿如山，冤魂色露，早已引发天怒人怨，若再纵容，必将动摇统治根基，遂下令将其下狱，处以极刑。来俊臣死后，武则天命人隶属其罪状，公开没收其家产，向天下昭示酷吏政治的终结。随着索元礼、周兴等酷吏或死或贬，笼罩朝野的白色恐怖逐渐消散，政治氛围趋于缓和。武则天以铁腕手段启用酷吏清除异己，又以果断决策终结酷吏政治，稳定民心，展现出成熟政治家的权谋与远见。酷吏政治的终结与边疆的渐趋安宁，让武周政权迎来了短暂的稳定，但一个关乎王朝未来的核心难题始终萦绕在武则天心头：继承人的选定。这道难题不仅关乎权力的传承，更牵扯着李唐与武周两大势力的生死博弈，成为他统治后期无法回避的政治考验。公元698年，武承嗣、武三思等武氏子弟觊觎储君之位，频频在武则天面前进言，以自古天子无异姓继承者为由，恳请立武氏族人为太子。这番言论戳中了武则天的纠结之处，她一生力推武周取代李唐，自然希望江山能在武氏手中延续，一时间陷入犹豫不决的境地。关键时刻，宰相狄仁杰以一句直击人心的反问点醒了他：姑侄与母子，究竟哪个更为亲近？陛下若立儿子为储，千秋万岁后可入太庙受后世祭拜；若立侄子，从未听闻有侄子登基后将姑姑供奉于太庙之中的先例。狄仁杰不仅直言进谏，更力劝武则天将流放房州的庐陵王李显召回洛阳。狄仁杰的劝谏如同一剂清醒剂，最让武则天震动的是一次征兵事件。朝廷出募士兵时，应者寥寥，可当消息传出李显将亲赴军营，北郊山头瞬间兵满为患，竟无容身之处。这鲜明的对比让他深刻意识到，李唐宗室在百姓心中的根基难以撼动，若执意立武氏子弟为储，必将引发朝野大乱，甚至动摇自己毕生经营的统治根基。经过反复权衡，武则天最终下定决心，将李显秘密接回洛阳，册立为皇太子。这一决定悄然为李唐复辟埋下了伏笔。继承人问题的解决让武则天卸下了心头重负，晚年的她逐渐志得意满，开始耽于享乐，大修宫殿与佛寺，耗费了巨额人力物力。此时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凭借年少貌美、能言善辩，深得武则天宠爱。二人常赴朱粉，衣着华丽，出入宫廷如入无人之境。武承嗣、武三思等权贵为攀附权势，争相追捧二张，甚至不惜为他们执鞭牵马。一时间，二人权势熏天。彼时的武则天已步入暮年，老病缠身，长时间无法上朝理政，对朝政的控制力大幅下降，便将二张兄弟当作亲信耳目，任由他们插手朝政。二张恃宠而骄，不仅陷害宰相魏元忠等忠良大臣，结怨于朝堂，更试图干预储君废立，使得武则天原本既定的回归李唐、传位太子的形势发生逆转，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政局再度陷入动荡。宫廷矛盾的彻底爆发源于一桩血案。武则天的孙女永泰公主因与丈夫武延基、兄长少王李重润私下议论二张兄弟的专权跋扈，被人暗中构陷。
盛怒之下的武则天竟下令处死武延基与李重润，永泰公主也因受惊过度而死，亦有史料记载其被赐死。这起惨案如火星撞燃干柴，让李唐宗室与武氏集团、二张势力间的积怨彻底激化，朝臣们更忧惧朝局失控，一场旨在铲除二张、恢复李唐正统的政变正在暗中酝酿。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入膏肓，卧于迎仙宫集仙殿缠绵病榻，朝政几乎被二张把持。宰相张柬之、崔玄伟与大臣意识到局势危急，若不及时行动，恐生变数。他们暗中联络禁军统领李多作，以二张谋反为借口，率领500余名禁军冲入宫城，迅速斩杀二张兄弟。紧接着，禁军包围集仙殿，以兵谏之势恳请武则天退位，将皇权归还李唐宗室。这场权力更迭的进程紧凑而剧烈。正月23日，李显受诏代理国政，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龙。24日，武则天被迫颁布传位诏书。25日，李显在通天宫正式即位，恢复李唐统治。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更迭被后世称为神龙政变。2月初4，李显下令恢复国号为唐，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恢复旧制，神都洛阳也重新改回东都之名。至此，存在15年的武周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公元705年11月，一代女帝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溘然长逝，享年82岁。武则天的一生是封建王朝政治博弈的极致范本。她以女性之身，在男尊女卑的千年铁律中杀出一条血路，从后宫才人到临朝太后，再到开国皇帝，每一步都踏在传统礼制的刀刃之上，用智谋与铁腕重构了权力的格局。有人骂她狠辣无情，恃女夺权，重用酷吏，让朝堂浸染血色；有人赞她雄才大略，选贤任能，拓土开疆，为盛世续接薪火。是非功过如同乾陵前的无字碑，留给后世无尽的评说，却也无法否认她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深刻印记。若从历史评价的双重维度审视，武则天的一生可分为帝王之治与女性之魄两大核心面向。作为统治者，武则天的治国才能足以比肩历史上多数杰出的男性帝王。她打破门阀垄断，推行士官制与自荐制度，让狄仁杰、姚崇、宋璟等寒门贤才得以跻身朝堂，为帝国注入新鲜血液。他重视农业生产，指导农耕，推动人口增长与经济繁荣。他运筹边疆，收复安西四镇，平定叛乱，稳固西域商路，维护了国家疆域的完整。他尊崇佛教，革新礼制，以宗教神权为统治背书，又以明堂、天书等宏伟建筑彰显盛世气象。正是这些举措，让他上承贞观之治的清明，下启开元盛世的鼎盛，成为连接两个黄金时代的关键枢纽，史称正气开元，治洪贞观，绝非虚誉。而作为女性，武则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她不仅打破了女性不得称帝的铁律，更以皇后之尊主持泰山封禅亚县，以帝王之姿号令天下，将女性的政治地位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她的一生是对女德规范的彻底反叛，是对男权至上的公开挑战。尽管她最终选择以李唐皇后的身份合葬乾陵，看似向传统妥协，但这份妥协背后是她对政治现实的清醒认知，唯有如此，才能化解李武两家的矛盾，保全武氏族人的存续，也让自己毕生经营的统治成果得以延续。
这种懂得进退、能屈能伸的政治智慧，正是他超越常人的地方。当然，武则天的统治也伴随着无法抹去的争议。为了夺权，他不惜牺牲亲生女儿，构陷政敌，株连无辜，让酷吏政治成为武周初期的阴影。晚年瞻于享乐，纵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干政，引发宫廷动荡，最终导致神龙政变的发生。这些污点是权力斗争的残酷必然，也是封建帝王集权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代价。在成王败寇的封建法则下，武则天的狠辣既是自保的手段，也是夺权的必须。回望武则天的一生，她既是权力的追逐者，也是时代的挑战者。她证明了在封建时代的框架下，女性同样可以执掌天下，治理国家，同样可以成就一番伟业。她的存在撕开了男权社会的一道裂缝，让后世女性窥见了突破命运桎梏的微光。然而，她的成功本身也映照出那个时代的局限。她必须比男性更加果决，甚至更加残酷，才能在一片非议中站稳脚跟。她最终仍需回归礼堂的正统框架之下，以皇后的身份寻求身后的安宁。这昭示着，即便是她这样一位足以颠覆传统的强者，其力量的边界依然被时代的铜墙铁壁所框定。武则天的故事，因而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胜利，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个人意志与时代结构之间永恒而复杂的博弈。乾陵前的无字碑，不至一词，却包容了功过是非，突破与妥协胜过万语千言。它默默见证着这位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创造的奇迹，也留给后世无尽的思考与评说。武则天的传奇不仅属于7世纪的中国，更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女性突破自我、追求卓越的永恒篇章。她的成功与局限，她的智慧与权谋，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这独一无二的女皇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